战争与和平 Chiến tranh và hòa bình. 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le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最近我在学越南语。作为一个会说中文的人，我在学越南语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有些词我不用查字典，我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因为它们的发音太相近了。接下来我想给你们一个小挑战，我会放一些越南语的词语的发音，然后你来猜一下它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。你准备好了吗？văn hóa，文化，kinh tế，经济，chính trị，政治，lịch sử，历史，xã hội，社会。是不是感觉有点神奇？这些词和中文几乎一样。我在学越南语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越南语里会有这么多中文的词？越南语和中文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所以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就想带大家讲一讲越南语的历史，还有汉越词。你准备好了吗？那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什么是汉越词？汉越词是指用越南语来读汉字所形成的词语。由于长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，大量的汉语词汇进入越南语，并且一直保留到了今天。汉越语融入越南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，就是在中国的唐朝，大概是在7世纪到10世纪左右。在唐朝统治的时候，唐代的古汉音成为了越南地区的重要官方语言。所以现在大家听到的很多汉越词，其实都是当时唐代的官话的发音。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很多汉越词和中文的发音不太一样，就是因为这些汉越词其实是跟唐代的官话相近，而不是今天的汉语。但是10世纪之后，越南逐渐脱离中国，建立了自己的王朝，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。所以在10世纪之后，越南语和汉语走向了2条不同的道路。汉越词在越南语里面占了很大的比例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：国家，国家；giáo dục，教育；khoa học，科学；văn học，文学；tự do，自由；hòa bình，和平。汉越词通常给人一种正式感、优雅感，还有专业感，所以汉越词经常出现在正式文件、新闻、报道中。不过，越南语经过自己的发展，已经成为了完全独立的语言。最明显的是它的语序不同，比如中文里的外国，外加上国，但是在日常的越南语里面，外国是 nước ngoài， 也就是国家加上外面。你可以看到它们的语序发生了变化。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，在中文里的读者，在汉越词里面是 độc giả， 但是在日常的越南语里面变成了 người đọc， 也就是人
加上读，所以汉乐词很像古代汉语，但越南人的日常用语，他们有自己的语序。但是学习汉乐词的时候也要小心，因为有些词看起来和中文一样，但是意思完全改变了。比如说中文里的博士，意思是 PhD， 但是越南语里面的 bác sĩ， 意思却是医生的意思。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，比如点心，在中文里面是小吃的意思，但是在越南语里面，点tâm意思却变成了早餐的意思。还有一个词神像，但是在越南语里面 thần tượng 意思却是偶像的意思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在中文里的自己，在越南语里面 tự kỷ 意思却变成了自闭症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一个中文词离开了中国之后，它变成了另外的意思。还有更有意思的是，越南语它不是简单的接受了中文，他们也创造了自己的汉乐词。比如说飞工，它的字面意思是飞工，但意思却是飞行员。还有truyền hình，它的字面意思是传神，但它的意思却是电视。我觉得中国人看到这些词可能可以理解它的意思，但是在中文里面我们不会这样表达。好啦，那这期视频我带大家了解了越南语和中文的相似还有不同的地方，我相信你一定学到了不少东西。如果你的中文已经很好了，然后你想学一门其他的语言，你可以试一试越南语。你会发现会了中文以后，越南语有很多词跟中文相似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有在看我这期视频的越南朋友，因为我最近在学越南语，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，你们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联系我，我们可以做语言交换，我可以帮助你中文，你可以帮助我越南语。然后在9月份，我可能要去越南待1个多月，我要去很多不同的城市，到时候你们也可以联系我，说不定我们还能在越南相见。好啦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可以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然后也可以在 Ko-fi 上给我买一杯咖啡，支持我一下。我是Cleo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